我们从小听到的一句话是，只要努力就能成功。老师这么说，父母也这么说，社会更是天天灌输这种观念。但等我们长大，发现现实世界好像不是这么回事。有人明明拼命工作，薪水却不见涨；有人看起来随随便便，却轻松过得比你好。那么，努力到底是不是人生的决定因素？还是说，我们一直以来都被一种幻象蒙蔽了？去年，有一位带货主播在直播中卖东西，有网友抱怨，这东西太贵了吧？结果主播回了句，这东西不算贵啊，你们应该想想，这些年工资涨了没？是不是你不努力？这话立刻引爆舆论，因为他的潜台词就是你穷是因为你懒。对那些每天辛苦上班、努力生活的人来说，这种说法无疑是一种打击。为什么一句话能惹出这么大的争议？因为它直击人心。如果努力真的没用，那我们拼命干活还有什么意义？科学家曾经设计过一个有趣的数学模型，模拟人生的走向，里面有2种格子，红点代表无论你在努力，资产直接减半，绿点代表是否能把握机会，取决于智力，而不是努力。这个模型最震撼的地方在于，它彻底忽略了努力的因素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演算里，努力几乎等于0。可我们都知道，现实生活并不是这样。你要考上好大学，考取专业证照，学习新技能，都离不开努力。所以，模型固然有启发，但它忽视了一个现实：努力确实能改变部分结果，但不是全部。在现代社会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——能力主义。它强调，一个人能获得多少资源，应该取决于他的努力、学历、成绩和贡献，不看出身，不看肤色，不看性别，只看能力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公平？就像我们从小被教导的那样，努力读书，将来就能出人头地。可是，当无数人照着这条路拼命，却依然没能改变命运时，他们心里就会冒出一个疑问：如果一切真的取决于努力，那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，还是没能成功？普林斯顿2位教授凯斯和迪顿曾经做过一项震惊世界的研究，他们发现，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中年死亡率在21世纪居然上升了，不是因为战争，不是因为医疗落后，而是因为绝望。这些人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无法突破工薪阶层的天花板，上不了大学，导致没有资格进入更高阶层，接下来一辈子只能做蓝领。到了中年，他们终于认清这个残酷现实，于是开始酗酒、滥用药物，甚至自杀。这不是他们懒，而是努力没有改变结局。这就是能力主义的黑暗面，它看似公平，却让很多人彻底绝望。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，有人不怎么学习，却总能考高分；有人随便健身几次就长出明显肌肉；有人怎么吃都不胖，而你喝水都长肉。这些差距不是努力能解释的，而是天赋和基因。努力是一场比赛，但每个人的起跑线并不相同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把一个普通人和博尔特放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让他们从小同样训练100米赛跑，结果会一样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因为天赋远比努力来的关键。德州大学曾做过一个经典研究，追踪了850组双胞胎，结果发现，不管这些双胞胎被富养还是穷养，他们展现出的努力倾向居然差不多。换句话说，有的人天生就会坚持，有的人天生就容易放弃。努力不是随意选择的，它其实也是基因决定的。所以，努力并不是纯粹靠自己，而是你出生时抽到的牌。美国相信努力能改变命运，所以社会福利少，逼着人奋斗。欧洲相信人生多半靠运气，所以高福利制度普遍，因为他们认为有钱人只是运气好。讽刺的是，欧洲反而有更多普通人能靠努力翻身，因为起点更公平，失败成本更低，人们敢于尝试。美国则是另一种极端，少数精英飞黄腾达，大多数人被困住。我们常听到成功人士说，我能成功是因为我努力，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，他们同时也站在了天赋加运气的风口上。比如，梅西天生是足球天才，即使他睡多一点，练少一点，他依然能踢进职业赛场。拉马努金数学天赋惊人，他一生推导出的公式比全世界数学家加起来还多。所以，努力固然重要，但没有天赋与运气的配合，努力的效果往往有限。有些人天生就具备某种优势，无论努力多少，他们最终都能在某个领域脱颖而出。这就是所谓的大器免成，你天生注定会在某方面成功，只要找到那个方向。如果你天生数学好，
却硬要去踢足球，可能一生都不会触痛。如果你天生适合和人打交道，却选择每天关在实验室里，那同样会很痛苦。努力的关键不是盲目拼，而是找到属于你的命运跑道。在中国、韩国、日本，我们能看到最极致的努力文化，大家从小就被教育要拼命，否则就会被淘汰。可是这种氛围真的让所有人变得更好吗？结果却是很多人焦虑、抑郁，甚至放弃人生。因为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，努力不是一条能保证成功的直线，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努力虽然不是一切，但它依然能帮助你抓住机会，当运气来临时，你能接得住；帮助你拓展能力，让你更接近你的天赋领域；帮助你拥有选择权，哪怕不能翻身，也能活得更好。努力的价值不在于改变命运，而在于让你在命运之内活得更自在。人生的真相是，努力加天赋加运气，三者共同决定。我们不能神化努力，但也不能否定努力。真正的智慧是：一、认清自己的天赋；二、接受运气的影响；三、把努力放在对的地方，这样你的小小努力才能变成巨大的力量。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不顺利，别灰心，或许只是你还没找到真正的命运跑道。很多人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舞台。我邀请你可以去我的天赋测算网站，免费测一测，看看你的舞台究竟在哪里。只需要3分钟，你就能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优势在哪里，并且学会如何发挥它，让你在工作、生活和人际关系中更加得心应手。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栏的连结，立刻找到你的天赋。如果找不到连结，可以到留言区找找，我会把它放在留言区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我点个赞，还有订阅 Simon 的思维笔记。未来我会分享更多成功者的故事与心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